好，那我们这样聊完一轮以后，要不下一个汇报部门，商务经济部月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商务经济3部的月亮。王一博就别汇报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对，因为我们整个的部门，不，我就觉得就这个都好，那我们就跳到最后的不维护的来吧，不维护的来吧。不是，我觉得啊，没有对比就没伤害。是，我也这么想，所以。那看一下。对，我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，开始吧。用一些简单的数据来看一下大家上半年的一些工作概况。在一博的部分有包括等在内的，就不要说个数了。好的，等。然后追风者也是在今年热度破万的谍战剧。同时，《维和防暴队》也在今年上半年上映了，累计票房也超过了5亿。然后同时呢，有一些演出的活动，以及下半年它还是会发行新歌，以及做个人演唱会的筹备。上半年文翰的部分有3部影视剧、2部综艺以及10场演出。承销的部分，我们上半年特邀出演的《延心记》也已经上映了，同时它手上有3部待播的作品。就是很清楚的看到他们的业绩之后，就觉得啊，还是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，就是也会期待之后自己会变成那样吧，然后也会有压力。轩怡上半年共有《城市捉迷藏》《战士巅峰3》《大热门来了》《你好星期六》以及《猫晚来了》多档综艺的录制。黄明昊的部分比较重要的是，他有2部电影的上映，分别是《默杀》和《沙漏》。默杀看了吗？看了举手。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他们是唯二的，就是今年的话，暑期档只有2部片子，可能在市场上是赚钱的，一个抓娃娃，一个默杀。下面是 ZB One 呢，主要是张浩在今年有2个代言的合作在国内，然后同时我们也拍摄了时装2月刊的封面，而且在开售24小时之内就已经销售额达到了900万。然后 Ricky 拍摄了《费加罗男士》7月刊的封面，以及韩维辰拍摄了《小司 Chick》7月刊的封面。上半年我们有2个，这是国内的啊，对，这是在国内的部分，不包括海外的啊。是的。他们现在的话，大概从9月份开始就世界巡演了，很红的，很红的。然后最后呢，我想说一下不维护的。不维护的放到最后，是因为想要借助这样的数据，然后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不维护的这半年以来的一些工作的状况、发展以及和问题。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，看看我与世界的差距。其实上半年不维护的整个的行程是相对紧凑的。然后啥呀？你看看，我们才几场活动。我们参与了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、东方卫视的春晚一些大型的晚会活动，同时呢，我们也作为表演嘉宾，在《这就是街舞6》总决赛以及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上拥有了自己的舞台。然后，同时在4月6号，我们发行了第2张 EP Vacation。在 Vacation 的部分，我们做了一个全国的巡回签售，目前在北京、武汉、扬州、杭州等地都已经。等是哪几个等？因为北京做了好几场。北京确实做了很多场。很多场是几场？3场。我就觉得，就以后的这个汇报啊，用确切的数字，千万别等，等都看不出来了。好的。同时，因为结合了 Vacation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，我们也参与到了环球影城春日派对、北京欢乐谷的超级儿童节以及居庸关夜长城嘉年华等多场。等是什么？多场是多少？以后汇报千万别用这个数字啊！好的，这太可怕了。就是看到对面的工作人员，这个姐姐们，也感觉在老板面前一下子也都变得非常的害羞，大家都是打工人看脸色行事那种感觉。好的。然后，在 Vacation 一下，我们今年拥有了自己的巡回的 fan meeting。数据统计上面来说，我们上半年一共有18场的演出。有18场吗？有18场吗？有18场。那收入怎么不见涨啊？是吧？其实以上就是我们这。龙奈呢？龙奈是没工作吗？都不值得去复盘。
那诺奈自己总结一下，你们做了多少？出席了中国品牌日，品牌日去了趟香港做签售，然后签售2场吧，2场，然后我们去了常州做音乐节。你把那 PPT 补一下吧。好的，看到就公司的师兄们、师姐们的工作和看到自己的工作，觉得有差距吗？天差地别。是觉得自己也挺忙的。对，但是不知道在忙什么。怎么不知道啊？不是18场演出吗？很多了。但是这就是成功前的前一天晚上。对。还是不够。啊，是吗？我觉得前1个月的晚上。哎，不，就前2天，快了。Name， 你们慌吗？挺慌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，有一点努力没有，不知道怎么去努力的感觉。因为就是我们4个人也是，停了很久没有发新歌，然后这次终于荣幸去到海外，然后才会放下一点点心，想要就是找到一个方向去努力了的感觉。但是啊，就是说公司花了很多钱让你去海外去做歌、发专辑，结果的话，可能你的新歌同时在线收听的话，可能也就几个人或者10几个人。但是就是我们就像抓到一个东西能去展现了的感觉，就想抓住每一个机会吧，然后也是一个能让大家重新认识我们的机会吧。然后这次专辑也挺努力的在准备。娱乐圈谁不努力？是都努力。谁不努力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说夏颖，我不知道你努不努力。努力啊。财务呢？非常。做了多少年？做了6、7年了。7年都在考试。考了多少证呢？考了综合过了，现在还差专业。还差了专业。那自己对自己的未来的期许呢？期许就是好好工作。有没有对薪水的一个目标，或者说对自己的？有吧，一开始有，现在都有点看淡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开始就觉得哇，来北京了，可能就是很好赚钱的样子，但是后来发现不是。现在环境也不太好。薪水呢？方便透露吗？方便。觉得苦吗？还好，很快乐。快乐？为什么快乐？就只剩快乐了。我觉得有快乐也挺好啊。有快乐就够了。姐可能本来觉得自己赚的少，然后边算边说，哎，你也没赚多少，然后就开心。可能看到我们的那个工资表，心里面有了一些安慰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工资算是挺高的了哦。完了，挺高的了。完了，我就不应该讲话。大宝以前是在杰哥公司的啊，所以 Name 的每次张杰的演唱会的话，都是大宝去问别人要的票吧？是。我们去看了2年了，都在鸟巢看的。蹭了2年也好意思吗？很荣幸，很荣幸。对啊，得自己买票啊，不能老是要公关票啊。前2天的话，我去看张杰演唱会。我看完以后，我很感慨啊，就觉得他们靠努力，从一个小城镇来，一步一步坚持20年走到今天。其实实际上，所有的刚出职场的都会挺辛苦的。那我觉得你们的话，当然很辛苦啊，因为之前的话，很长一段时间的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道，它是一个未知数。但是很多人出完道以后，就会发现，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就以前的话，没出道的话，你还有个信念感，就是说我一定要出道，我一定要出道。但是现实的话，就会很骨感。可能出道以后，反而变成失业了，变成在家，变成抠脚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呀，那个财务部吧，好吧。宣传要不要先讲？财务吧，先宣传先讲吧。好啊。财务最后收官。行，好的。首先呢是2024上半年的各个平台的热度汇总。
这一块呢，我们的主力是王一博老师和杜总。哦，我还上主榜17个。对，您那个热度很高的顶流。哎呀，原来那么有商业价值。然后我们作为新人这一块的话，也是会鼓励大家更多的去营业吧，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到达 top 200。现在是 top 几百 ？top 0。什么叫？没有在人家那个榜单里面啊。201。哦，都可以忽略不计，别人都对你们没有 KPI。明天上榜，明天上榜。错了。最近几个月吧，几个新人团体在抖音这一块的拍摄其实是非常多的。现在其实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每次都是拍的是别人的热点或者别人的热门，让我们自己怎么能够引领这个热门呢？其实是我们就是这个就快宣传。对，是的，是我们对，还有那个视频部门，然后包括我们的艺人朋友们也自己可以想一下，怎么样能去引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拍摄方式的潮流，就得带脑子上班。这个的话，整个的宣发，说实话我是不太满意的，我觉得做的不好。我们吸取经验。没有经验，没有下一次。好的。那就是对，那就下一页。艺人的营业积极性，大家其实在营业上的主动性是。我不这么认为啊。我觉得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营业，只是你的组做的不好，仅此而已。我的组做的挺好的。好啥呀？好了才8万8。我们就是继续努力。好。确实是在宣传部门，我是不满意的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没有走到艺人前面，自己的话知识领域就是不够多，所以对于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们还自己觉得洋洋得意。内部的话，我就是不满意的呀。你的那短视频1周才更多少次？1次、2次，而且你们每天说自己忙得要死，你们在忙什么东西？每个人都很忙很累，但问题是你今天学到本事是不是积蓄在自己身上的？你学的本事没长到我杜华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的话，去抱怨外界的，别人的问题，这个说什么我司艺人不太爱营业，导致物料较为缺少。Justin 物料少吗？Justin 和轩怡他们做的对啊，所以别人就是头部的呀。对，别人在市场上的话就有竞争力啊，对吧？而且以后的话，我觉得整个的社会的话，人人都是一个自媒体时代，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 IP 的一个打造。如果你自己都不去为自己的事情上心的话，谁能帮你们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之前在重庆的时候跟一个大经纪人我们在聊嘛，他是说对于现在的艺人来讲的话，有时候的话我觉得是很失望的。失望在于你们自己都不够主动，然后来到公司说，哎呀，杜妈，我已经半年没进剧组了，你这半年在家干嘛呢？有看片子吗？有拉片单吗？有看别人表演吗？有自己有去学习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这半年在家干嘛？你耗费的不是自己的青春和时间吗？在这个行业安身立命，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？是你本身的业务能力是否够强。你们在台上的话，是否唱跳的时候，是否能让下面的观众跟你一起，还一起情绪共鸣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。包括我这次在 TME 的活动上面，我也看了 Boyhood 的表演，我也看了 JB1 的表演。
但我想告诉你，ZB1确实比你们好，舞台感染力比你们强。所以就是说，除了你们本身以外，我觉得你们自己不爱营业，就是你必须得去自己的话去突破自己的一些领域，需要不断的去学习。技多不压身，你学的东西越多的话，你拿出来的亮出来的本事就越多了。我最近就是说，我也在复盘嘛，内幕的话，在做内幕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也是有摇摆的。为什么7个人会变成4个人？首先的话，我觉得是本身7个人的话，我觉得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面。第二部分的话，让你们去女团养猪这个事情的话，确实我也是有做错的地方，让你们去吃苦，对你们的人生的话是否有积极的作用？我自己在反省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吧。对于女团的定位的话，我觉得是不相匹配的。然后第二部分扩大群众的影响力的话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帮助。但好处来讲的话，我是在你们架农场养猪的那个过程中，我看到你们身上的每个人的优点，你们一直坚持下来了，让我还蛮感动的。难熬的时候证明要进步了，希望我们能早日独立行走，证明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独当一面的。觉得你们很棒。所以我还是这一次的话，花了大量的金钱、时间成本的话，让你们去海外做专辑，是因为你们给了我信心，爆款永远在下一个。而且就是说，我觉得不进则退，你就是得拼命的去跑。发展方向是确定了的，就是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好的艺人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。杜妈给我们分享的所有的东西都还其实蛮宝贵的，就更加的觉得自己有被感染到，然后你会觉得要去拼搏。那刚刚宣传部门说完了，那我觉得最后一个部门吧，就财务部门，好吧？好，现在财务部以数据角度分析一下上半年艺人的业绩完成情况，然后我们是按照艺人的贡献金额做了一个排序。第一档就是王一博，他的那个完成率就是比较稳定，去年上半年跟今年上半年都超过了70%。黄明昊就是虽然上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里面，但是今年的业绩完成率也是提升了很多。朱正廷的话就是完成率也是超过了50%。第二档就是西哥，完成率有所上升，但是还是没有超过50%。杜总的完成率算是艺人中的第2名。你看我完成率多高，76%。我是公司最勤奋的人。然后黄欣纯就是完成率有所上升。黄欣纯今年的话进步好大的，就确实是也是很努力的。美琪就是今年的完成率有所下降。奥利是因为今年3月新出道的艺人，然后完成到现在也是因为参加了很多的综艺。这些就是往后面就倒数第几名的艺人了啊。然后张浩脸就是今年参加了2档 TVB 的活动。张浩脸，你知道你的这个收入是多少钱吗？哪些 ？total 加起来不知道，几万块钱吧，而且整个的妆发的话是亏损的。然后江西西就是今年有几个个人的活动，就是说那还有一些没有个人数字的收入几乎是为零的。所以这个市场就是很残忍的，就是说你头部通吃的一个原则，可能10%、20%，可能占80%的市场。
我说实话，刚到公司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没什么感觉，我就想好，就是我把我们团的这些东西做好就好，因为他们也是经过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沉淀，我们只是可能才刚起步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重要，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能把我们该做的做好就好，然后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时间。不外乎的是完成的稍微高了一点点，然后但是完成率也是不是很高。不是不维护的，我得表扬一下。就是说这个数字的话，是因为我去年给你们设置的 KPI 是比较低的一个，今年的话就是说设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啊。哦。然后内幕的话是对比去年的话完成率有所上升，就是以商演和演出为主。那是因为我把你们今年的 KPI 调低了，所以数字上升了。我就说啊，没事。你不要管。什么意思？我说出了那么多场巡演，为什么还一点钱没赚？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杜总经常上通告，然后通告比你们旗下艺人还多？其实说实话，客观一点讲，我也不太想上通告。你比如说像 Name， 之前的话像王牌对王牌，他们之前邀请过我很多次，我都没有去嘛。然后后来的话是经纪人苏苏又跟我发了一条微信，发了特别长的，中间一句话就是说杜总，我请求你帮 Name。啊，说完那句话以后，我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啊，我就觉得，唉，对我来讲，我是不情愿做这个事情，但是我又想帮你们，就其实有点小失落，感觉自己没有那种独当一面的能力吧。然后也蛮感谢他的吧，因为杜妈自己也说，其实他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的希望去露面，其实他说就为了帮我们，他是觉得也是 OK 的，也蛮感谢他。做艺人经纪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艺人在小的时候就是需要宣传、经纪或者我一个一个去求，给你们机会，但求过来机会以后，我发现你们不去珍惜的时候，或者说确实就做得不到位的时候，我是很难过的。所以比如就像你们龙奶本来是9个人，现在变成8个人，为什么变成8个人呢？那不就是